你发现了吗？功夫女足里，峨眉队初次亮相，横幅写着经过不让，队员的手刚好挡住国字的一边，视觉上就变成了一个中字，而这就是整部影片的精神内核。峨眉队的队徽与汉代出土的青龙文瓦当极为相似，这支队伍就像沉睡的苍龙，靠着中华功夫一步步觉醒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球队的班主，他穿着黑金龙纹外套，造型像极了帝王龙袍。每当球队遭遇危机，他想到的不是保护队员，而是利益和逃避。影片中第三条龙就是盲人按摩师妈巴，他的一招一式都在致敬李小龙。每次对班主出手，都是在反抗，试图异化功夫精神，把理想变成生意的人。三条龙代表了正统苍龙蛰伏受困，资本伪龙谋利切位，李小龙之龙破局反抗。所以功夫女足真正讲的是文化自信和民族力量。每一场比赛开幕式都可以看作这种精神的不同考验。第一场对阵金龙队讲的是相处之道，赛前峨眉队教练主动握手，对方没回应，而是做了一个呵呵施礼，我方尊重对方的礼节和文化习俗，马上还礼。比赛中大雾弥漫，金龙队始终看不清峨眉队真正的实力，带着轻敌的心态登场，直到大力金刚腿破门，对方才意识到自己低估了眼前这支队伍。最终峨眉队以22-0获胜。影片想表达的是，真正赢得尊重不是依靠盛气凌人，而是在保持礼仪和克制的同时让实力说话。第二场对阵恒河队讲的是团结平等。比赛开始前，峨眉队内部乱成一团，主力队员彼此猜忌被人挑拨离间，而恒河队的出场同样暗藏细节。镜头里两种肤色的队员站位泾渭分明，白肤色队员站在前排，深肤色队员则站在后方，视觉化了种姓制度。有些人天生就是上等人，有些人在体育场也只能当边角料。反观峨眉队，无论出身如何，所有人都站在一起，最终一脚踢碎了种姓制度的高墙。只有内部真正团结、平等、稳定，才能拥有面对外部挑战的底气。第三场对阵梨花队，如果说前两场比的是实力，那么这一场比的就是规则。梨花队几乎不靠硬实力，他们最擅长的是假摔黑手、舆论施压，以及利用规则漏洞不断消耗对手。比赛过程中，趁裁判视线盲区，暗中下黑手，直戳你的脊梁骨。队员受伤后，盲人按摩师妈巴依靠传统中医推拿手法为队长疗伤。这段情节一边致敬关德兴黄飞鸿系列中医疗伤救人的经典桥段，一边映照现实里中韩传统医学的文化博弈。大量韩国药企抢注医药专利，依靠我们传承下来的传统药方商业化牟利。梨花队的美瞳写轮眼就是时时刻刻地盯着你，抄袭你、复制你，只会靠着修改地名抢占专利。这些旁门手段企图割裂峨眉的文化根源。到了4强赛，对阵的是珊瑚队，这一场考验的是硬实力。珊瑚队一出场就充满压迫感，队员躺在地上，用脚顶着一辆大巴车，车里全是媒体，仿佛在告诉观众，他们不仅拥有绝对的力量，还掌握着舆论的话语权。比赛前，珊瑚队一脚将足球踢向高空，险些擦过一架客机，最终皮球落进海壁。峨眉队的训练场内，队员们乱作一团，无力回击。影片中，8号队员对应歼8战机，面对外部挑衅，在装备存在差距的年代，只能近距离拦截，全力应对，那份无力感令人印象深刻。直到20号队员登场，他就是歼20战机的化身。影片借角色成长，展现了从过去到今天的巨大变化。藏在喜剧里的家国情怀，看完瞬间破防。总决赛对阵大河队，考验的就是文明的底气。峨眉队全员穿上了短打练功服，整体造型参考了晚清太平军女兵的装扮，承载着传统武学和女性尚武精神的文化符号。场下教练嘴上熟读《孙子兵法》，满口借鉴我们的传统谋略，场上队员却打法凶狠蛮横，如同豺狼虎豹般步步紧逼。这一幕正是现实的隐喻，侵略者全盘沿袭，吸收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智慧，转头却凭借这套从我们这里学来的体系，觊觎掠夺我们的资源与发展空间。比赛开始后，大河队全面压制峨眉队，猛虎射门接连重创队员，金钟罩被彻底击碎，球门失守。然而真正的转折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奇迹。中场回到更衣室，众人沉心静气，休整蓄力。蛰伏已久的乾隆终将积蓄力量苏醒腾飞。最后桑彪一脚踢出绝招，苍龙腾空而起，与猛虎正面对决。不动如山的哲学，只读懂了皮毛，未得东方文脉的内核。在文明本源面前，虚假根基顷刻碎裂。影片用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胜利。影片开场时，峨眉队犹如一盘散沙，直到师叔出现，他手持令牌整顿队伍，而他身后的红旗始终迎风飘扬。从那一刻开始，峨眉队真正有了统一的目标，有人负责冲锋，有人负责防守，有人负责牺牲。球队也终于完成了从个人英雄主义到集体主义协作的蜕变，从中国不让到李小龙精神，这些元素共同组成了功夫女足最核心的文化表达。有人说，功夫女足未必是周星驰最好的作品，但它绝对是星爷创作生涯利益最宏大、格局最深远的一部。整部电影借绿茵赛场讲透一句至理：蛮力只能换来一时忌惮，唯有独属于自身的文明根墨，
才能收获世界发自内心的敬畏。硬实力是立足的底气，团结一心是抵御算计的屏障，绵延千年的本土文明才是永不褪色的核心底气。武力可得一时胜负，文脉方立万世风骨，自立者方能自强，守根者方得天下敬重。不论您是正顶住烈日在东八区通勤，还是在北美、欧洲的深夜，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。感谢您的订阅，谢谢支持。